很多人觉得家里的日子太平淡，就开始想去外面找点刺激，甚至把这种婚外的纠缠包装得非常漂亮，甚至沾沾自喜，以为是自己年纪一把了还有魅力，遇到了什么灵魂伴侣，相见恨晚的真爱，简直是荒谬到了极点。你以为你只是在外面逢场作戏，你以为你掩饰得很好，就能坐享其人之福吗？我今天就要在这里狠狠泼你一盆冷水，把你彻底浇醒。老祖宗传下来的易经里，还有佛法的因果账子里，婚外情根本不是什么风流韵事，这叫什么？叫犯邪淫，叫破人伦。这是一把看不见的剔骨尖刀啊！经常有人跑来找我求救，哭诉说自己前几年明明顺风顺水，怎么突然之间运势就下降，生意破产，身上生怪病，甚至连家里的父母小孩都跟着遭殃。他们总以为是惹到了什么脏东西，但我只要看一眼他们发黑的印堂和浑浊的眼神，我就会直接告诉他们，是你自己管不住下半身，跨过了那条绝对不能碰的底线。只要你动了不该动的人，碰了婚外情，你的气场瞬间就破了。老天爷的现世报会化作一条直接锁死你半生甚至3世运势的因果锁链，死死地缠住你全家人。今天我就用北宋年间江南水乡沈彦舟和苏婉晴这两个各自有家庭的男女搞婚外情惹来滔天大祸的真实案例，给你们一层一层的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你们听完就会明白，老天爷对搞婚外情的人下手到底有多狠，报应到底有多惨烈。在江南的平江府吴江县那个地方啊，典型的小桥流水。城南有一户姓沈的大户人家，家主叫沈彦舟。这沈彦舟当年30出头，继承了家里的丝绸生意，是当地响当当的富商。沈彦舟这个人长得是眉目清俊，举止儒雅，穿着一身好丝绸，走在街上那也是风度翩翩。他家里有一位结发妻子，姓林。这林氏啊，我跟你们说，那可是个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贤妻良母。他把偌大的沈家内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对公婆那是成婚定审，孝顺得不得了，还肚子很争气，给沈彦舟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各位，我们现在来看看沈家这宅子的风水。沈家大宅坐北朝南，青瓦白墙。最关键的是什么？他们家前院后院种着几株百年老树，一边是大石榴树，一边是桂花树，这叫石榴多子，桂花主贵。这是一个妥妥的旺丁旺财夫妻和合的超级大吉局。石榴里面全是子，代表多子多孙，人丁兴旺，桂花香气扑鼻，代表出门遇贵人，蟾宫则贵。你们想想，有这样的好风水照的，家里又有这样一个八字旺夫的贤妻，沈彦舟的生意自然是蒸蒸日上。这一家人本来是可以和和美美、富贵延绵的过完一生的。可是啊，好风水也怕人心生邪念。你风水布局的再好，你这个人如果不走正道，福气照样漏光光。漏子出在哪？出在隔壁。和沈家只有一堵矮墙之隔的，是一户姓苏的人家，女主人叫苏婉晴，大概25、6岁的年纪。这女人长得怎么样？生的那是眉眼弯弯，皮肤白得像水豆腐一样，走起路来身段婀娜多姿。苏婉晴的丈夫叫赵老师，是个泥水匠。赵老师人如其名，就是个我们台湾话说的古艺人。他为了养家糊口，常年跟着工头在外地帮人家盖房子、修桥铺路，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赚的钱呢是连半毛钱都舍不得花，全寄回家给老婆。来，我再教各位长辈一个面相上的秘诀，以后你们帮儿子看媳妇或者帮女儿看女婿，一定要注意看。像苏婉晴这种女人，结了婚，但她眼里总是含着一汪秋水，水汪汪的，而且两颊时常泛着一种不自然的桃花红。如果在丈夫常年不在家的情况下，这种面相往往带着极重的烂桃花煞气。为什么？因为她心里不甘寂寞啊，她觉得委屈，觉得自己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嫁了个不懂风情、一身臭汗的粗糙汉子。她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每天都在顾影自怜。这种哀怨的气场最容易招惹不干净的邪缘。而沈彦舟呢，他虽然家里有个贤惠的老婆，但他骨子里有着男人的劣根性，也就是我们说的吃饱太闲，日子过得太顺了，钱赚得太多了，老婆太端庄贤淑了，他就觉得没意思，觉得生活没有新鲜感。平时他在院子里喝茶，
隔着那一堵矮墙，正好就能看见隔壁独守空房的苏婉晴在院子里晾晒衣服。各位，你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江南的午后，微风轻轻吹过，墙头那边，一个身段柔软、面容清秀的少妇，踮着脚尖在晾衣服。偶尔转过头，两人的视线就这么碰在了一起。苏婉晴脸一红，带着几分幽怨和娇羞，轻轻低下头。沈燕洲这心里啊，就像是被猫爪子狠狠挠了一下似的，痒啊。一开始两人只是隔着墙头打个招呼，苏娘子晒衣服啊。是啊，沈老爷，今天天气好。沈燕洲温文尔雅，出口成章，苏婉晴楚楚可怜，娇声娇气，这一来二去，言语间就多了几分暧昧。苏婉晴觉得沈燕洲才是懂她的知音，沈燕洲觉得苏婉晴比家里那个只知道柴米油盐、查账管账的糟糠妻有风情太多了。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哎呀，尼斯，这有什么？这不就是现在电视上常演的浪漫偶像剧吗？这叫相见恨晚啊，胡扯，简直是荒谬到了极点。我今天要在这讲台上重重地拍下桌子，告诉你们，坏就坏在这种所谓的相见恨晚。佛家讲什么？起心动念皆是业。你们两个人，一个是为人夫、为人父，一个是为人妻，你们身上都背着婚书的契约，都承载着两家人的伦常底线。你们心里起了这种男盗女娼的贪念，觉得对方比自己家里的好，这就叫妄念。这个时候因果的种子就已经悄悄埋下去了。你以为没上床就不算偷吃？我告诉你，两个人平时虽然还隔着一堵墙，但他们那股子互相勾引、暗送秋波的谐音气场，已经在暗中紧紧纠缠在一起了。这股黑气正在把他们各自家里原本的好风水、好福气一点一滴的吸干。沈家的桂花树已经开始在暗中落叶子了，只是他自己瞎了眼没看见。只要遇到一个合适的流年不利，遇到一个导火线，这两个结了婚的人一旦把持不住，跨过了那堵代表伦常的墙，等待他们的就将是摧枯拉朽、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这颗烧毁一切的火星子什么时候会来？我告诉你们，当老天爷的因果网要收你的时候，连老天爷都会亲自给你腾地方。一场大雨马上就要把这两个人的命彻底给浇灭了。那年暮春，江南下起了连绵不断的梅雨。我们易经里讲啊，这叫阴盛阳衰，整个吴江县都被压在一股湿冷沉闷的阴气之下。这时候老天爷的因果网开始收网了。那个做土水的赵老师刚好去外地接了个大工程，要好几个月才回来。而沈燕洲的妻子林氏呢，也因为带着孩子回娘家探亲，暂时离开了几天。这下子天时地利人和全给这两个心术不正的人凑齐了。就在这阴气最重的一个晚上，狂风暴雨，苏婉晴家那老旧的柴房屋顶因为连日大雨，竟然轰的一声塌了一大块。苏婉晴一个弱女子，吓得半死，又弄不动那些破瓦片，便大着胆子趁着夜色敲开了沈家的大门，哭着求沈燕洲帮忙。沈燕洲一开门，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他看着苏婉晴因为淋了雨，全身衣服湿透，紧紧贴在身上，看着她梨花带雨、瑟瑟发抖的那副娇弱模样。各位，这时候考验的就是人性了。但他脑子里读过的那些圣贤书呢，对结发妻子的责任呢，家里的礼教规矩呢，瞬间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这连日来隔着墙头撩拨出来的心痒难耐，在这一刻全部化作了完全无法控制的兽欲。他一把将苏婉晴拉进怀里，苏婉晴也只是象征性的推了两下，便软软的倒在他怀中。就这样，在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两个各自有家庭的人越过了绝对不能碰的底线，发生了苟且之事。各位，糊涂啊，这就是大祸临头的开始。事后这两人不仅没有悬崖勒马，反而食髓知味，趁着两家配偶不在，天天翻墙幽会。他们觉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掩饰得好，就能享受这种偷吃的刺激。沈燕洲甚至还搂着苏婉晴，发下了一个最致命的毒誓：婉晴，你放心，我心里只有你，等时机成熟，我一定休了那个只会管账的糟糠妻，给你一纸休书，让你离开那泥水匠，我八抬大轿把你正大光明的娶进门。大家听好，这句为了你休妻抛夫的鬼话，就是把他们俩死死绑在因果锁链上最致命的一把锁。
佛家讲，婚外情是重罪中的重罪。为什么？这不光是邪淫哦，你还加上了背信弃义，加上了欺骗、结发妻子还老实丈夫的极重恶业。你享受着妻子在家里为你操持家务、孝敬父母的福报，却在外面拿着家里的钱去养别的女人。你吃着丈夫在外拼命流汗赚来的米，却在家里跟别的男人滚床单。这种行为天地不容，因果的绞肉机已经轰隆隆的开动了，老天爷的报应，也就是我们说的现世报，马上就砸下来了。这第一重恶果是什么？破财败名。邪淫这东西它最损什么？最损一个人的福报，最破一个家的风水气场。沈彦州自从搞了外遇，他身上的那股清贵之气全被邪淫的黑气给污染了，他的面相开始发生变化，眼圈发黑，两颊凹陷。尼斯告诉你们，这在面相上叫败财之相。没过多久，沈彦州的丝绸生意就接连出事，先是最大的仓库半夜失火，烧掉了一大批准备上供的顶级丝绸，接着是运往北方的货船遇到了水匪，连船带货，血本无归。以前那些信任他的老主顾，突然之间都觉得沈彦州这个人眼神闪烁，变得轻浮不可靠，纷纷撤单。这叫什么？这叫德不配财，必有灾殃。你失德亏损，老天爷就把你的财路全部切断。而且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他们俩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但那种偷情的做贼心虚，那种眉眼间藏不住的春情，能瞒得过谁？很快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就传开了。哎呦，妖兽哦，你听说了吗？沈家那个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傅大爷，竟然背着那么好的老婆，跟隔壁那个泥水匠的老婆偷情啦。可不是嘛，我好几次大半夜看到他从苏家墙头翻过来，真的是不要脸到了极点。做人怎么可以这么没良心？在那个把名节看得比命还重的年代，沈彦州苦心经营的儒商好名声一夜之间臭不可闻，生意破产，债主天天堵在门口讨债，这还只是第一重报应。各位，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我倪海厦今天在这边跟大家讲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婚外情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连坐效应。这第二重恶果就是家破人亡，骨肉惨死。老天爷要收你的福报，那是连本带利把你家人的命一起收走的，纸终究包不住火。沈彦州的妻子林氏从娘家回来后，听到了满城的风言风语，她一开始死活不信，直到有一天，她亲眼在自己家后院的假山背后撞破了正在幽会的沈彦州和苏婉晴。林氏是个贞烈要强的女子啊，她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一切，孝顺公婆，照顾孩子，结果换来的却是丈夫如此下作的背叛。林氏当场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沈彦州连一句话都骂不出来，噗的一声，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当场倒在地上。沈彦州的老父亲听闻儿子的丑事，又看到贤惠的媳妇被气得吐血，老太爷觉得沈家祖宗18代的脸都被这个不孝子给丢尽了，他拄着拐杖痛骂沈彦州是个畜生，结果一口气没喘上来，直接中风瘫痪，没熬过3天就撒手人寰了。而林氏呢，本就气急攻心，加上公公惨死，他对这个男人彻底死了心。没过半个月，林氏就郁郁而终，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天天在灵堂里哭喊着找娘。沈彦州看着短短几天之内父亲惨死，妻子含恨而终，家业彻底破产。他跪在妻子的灵柩前，疯狂地狂扇自己耳光，把牙都打掉了。他悔啊，为了隔壁的一个女人，为了一点点偷吃的刺激，他亲手毁了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逼死了最爱他的人。那隔壁的苏婉晴呢，她的下场只会更惨。在外地打工的赵老师听到了风声，连夜赶回了吴江县。赵老师是个粗人，他辛辛苦苦在外面流血流汗，连口肉都舍不得吃，钱全寄回来给老婆。他气得眼珠子都红了，写下一封休书，直接把苏婉晴像扔垃圾一样扔到了大街上。苏婉晴躺在冰冷的青石板上，周围全是街坊邻居鄙夷的吐唾沫声。他想去找沈彦州，可沈家现在挂着白帆，连大门都被债主封了。沈彦州自己都成了过街老鼠，哪里还能兑现什么八抬大轿的诺言？这就叫现世报。婚外情是一场豪赌，赌注是你们各自家人的命。短短半年时间，2家破散，2条人命。男的背上逼死妻妇的骂名，女的被休出门，毁容扫地。
老天爷就是用最痛的方式，让你们眼睁睁看着曾经拥有的幸福被自己亲手砸得粉碎。如果你以为这就是极致的报应，那你还是不懂佛法。沈彦州料理完后事，彻底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他受不了内心的折磨，一路讨饭，爬到了深山里的一座古寺，叫清凉寺。沈彦州跪在大雄宝殿里，对着方丈大师嚎啕大哭。他把这大半年的家破人亡、妻子惨死一五一十的全道了出来。他猛磕头求大师给他剃度，让他出家赎罪。那老方丈猛地把手里的念珠一收，眼神锐利的像刀子一样，指着沈彦州的鼻子就是一声暴喝：胡闹！你这叫看破红尘吗？你这叫欠了血债想跑路。佛门不是垃圾场，你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背叛结发妻子，气死生身父亲，毁了人家的家庭，你以为剃个光头就能一笔勾销吗？老方丈看着瘫软在地的沈彦州，长叹了一口气，语气变得无比沉重。接下来这段话就是整个故事里最让人胆战心惊的当头棒喝。方丈说：沈施主，你们在婚内偷情，犯了邪淫中最重的破家乱伦之罪。这条因果锁链一旦扣上，必定要承受三大恶果。你现在不过才熬过了前2个，第一重损福破财，第2重家破人亡。你可知第3重恶果是什么？沈彦州整个人抖得像筛糠一样。大师，难道还有更惨的吗？老方丈缓缓吐出8个字：三世情节，永堕阿鼻。各位，什么叫三世情节？尼师我用最通俗的话给你们解释：夫妻结缘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你们背叛婚姻去搞婚外情，这就叫造了极重的孽缘。方丈指着沈彦州的心口说：你以为那个苏轼被赶走，你们的缘分就断了吗？大错特错，因为你们背叛了各自的伴侣，身上背着2条人命的怨气，到了下辈子、下辈子轮回转世，你们俩的灵魂还是会被这根黑色的因果线死死牵扯在一起。下辈子你们必定还会相遇，还会相爱，但是等待你们的不是幸福，而是互相折磨、互相背叛，甚至互相残杀。你会体会到你妻子今生被背叛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她会经历被人抛弃、横尸街头的惨。生生世世，只要这根业障的绳子没解开，你们俩只要碰到一起，就是一场躲不开的灾难，永远不得善终。这就叫三世情结。轰！这番话就像一道9天玄雷，直接劈在了沈彦州的天灵盖上。他终于明白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够惨了，但他没想到婚外情的报应竟然绵延3世。那个毁了容、流落街头的苏婉晴，下辈子还要跟着他一起在轮回的火坑里煎熬。沈彦州彻底崩溃了，他知道出家逃避没有用，他跪在方丈面前，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额头上的血直接印在了大殿的青砖上。大师，我不逃了，这业障是我自己造的，我去还债，我去赎罪。从那一天起，世上没了一个叫沈彦州的富商，多了一个满脸沧桑的苦行僧。他没有出家，但他去最苦最累的地方，哪里有路不平他就去铺路，哪里有桥断了他就去背石头修桥。他赚来的每一个铜板都拿去救济那些孤儿寡母，他这是在用自己一生的血汗去洗刷他身上背叛婚姻、逼死其父的滔天罪恶。因为一场婚外情，他不得不一生用半条命来赎罪。各位，听完了北宋年间沈彦州和苏婉晴的3世情节，我们把目光收回到现在，你们看看现在这个现代社会，什么一夜情、婚外情，简直就像潮水一样涌现。很多人觉得，哎呀，尼师，这只是感情世界的混乱嘛，是我一时把持不住，晕船了啦。甚至还有人沾沾自喜，觉得那个突然闯进你生命里的人是爱，是缘分，是命中注定，觉得自己年纪一把了，还能遇到真爱，证明自己很有魅力。我今天要在这里狠狠泼你一盆冷水，把你浇醒。在佛门和我们易经命理看来，每一段亲密关系的背后都有一段未了的因果纠缠，这些早就埋藏在宿世的因缘网中了。佛门里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叫做若无相欠怎会相见。特别是那些在婚姻之外跟你发生了性关系的人，你以为是命运的巧合，你以为是天雷勾动地火，错了，那背后是一场因果的清算，是你的冤亲债主拿着黑白无常的令牌亲自登门来讨债了。你想知道你在外面外遇的这个人到底是来忘你命的，
还是来回你运的？你们的结合到底是福还是祸？尼斯今天教你，不用花钱来找我算命，你只要仔细观察一个细节，马上就能知道他是来讨债还是还债。这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越睡越倒霉。如果你和他发生关系后，你的人生就开始莫名其妙的走下坡路，那他绝对不是你的良缘，而是你命中注定要来吸干你福报的债主。我讲一个几年前来找我求救的真实案例。我认识一位年过40的女病人，她在台北自己开了一间贸易公司，原本事业非常顺利，家庭也很和睦，老公在当公务员，儿女双全，可以说是社会里标准的人生胜利组。有一次她去中南部出差，在一个酒会上结识了一位年长的男性企业家，对方谈吐风趣，极具魅力，对她更是嘘寒问暖，照顾有加。她本来只是觉得在枯燥的婚姻生活外，短暂体验一下这种被人捧在手心里的刺激感也不错。谁知道这地下恋情一发展，就像是干柴烈火，很快就一发不可收拾。结果呢？你们猜猜看结果怎么样？他以为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错了，他迎来的是人生的18层地狱。没过3个月，他公司的几个大项目频频出状况，原本说好的订单被对手抢走，他在股市里投资的几千万资金莫名其妙遇到暴跌，直接被死死套牢，面临断头危机。这还没完，他家里也逐渐破裂。她老公虽然没抓到实质证据，但夫妻之间的磁场是不会骗人的。她老公开始对她冷眼相待，实施冷暴力，几个月不跟她说话。她原本乖巧的儿子突然在学校跟人打架，行为变得极度叛逆。她整个人开始精神恍惚，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精神不济，身形肉眼可见的憔悴下去，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连员工的薪水都快发不出来了。她一开始还铁齿，以为只是大环境景气不好，或者是自己更年期情绪不稳定导致的。直到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跑到山上去拜拜，刚好听到寺庙里的法师在讲经。法师说，众生因淫欲而造业，因贪念而堕落，一夜之欢可能消耗百世之福。这8个字就像一个大耳光，把他彻底打醒了，如梦初醒啊。他跑来找我排八字，我一看他的流年和疾厄宫，我直接告诉他，那个男人根本不是给你带来幸福的贵人，那是前世被你辜负、欺骗、遗弃的人。他如今化作一个多情的情人样子，来向你讨还命运与福报。各位，地藏经里讲得明明白白，若非冤亲不入同室，若非债主不共床榻。今生与你发生性关系之人，特别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外遇对象，往往带着一种极度强烈的急迫感和欲望感，它会让你觉得来不及思考，我根本抗拒不了他。你以为这叫灵魂伴侣，你以为这叫灵魂牵引找到了真爱，大错特错。那其实是你走进了前世造下的孽缘之网，因为业力在催促你还债，所以你才会像中邪一样失去理智。从此以后，你的精神、健康、家庭、事业一件接着一件崩坏，这就说明你正在还债，而且还得很重。它不是送福气来的，它是来收你命中福报的。你如果在外面乱搞，搞到自己破财、生病，家里鸡飞狗跳，你如果还沉迷不醒，觉得我们是真爱，只是命运捉弄人，那我告诉你，等待你的下场就是福尽运散，家破人亡。我们接着说这外遇讨债的第2个特征，这个特征更可怕，简直就像水蛭一样，吸干你的精气神。如果你和这个外遇对象发生关系后，你开始被对方死死控制，被操纵，被情绪勒索，心里还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内疚感和自责感，那我告诉你，他就是来折磨你，来讨新债的冤亲债主。有些人跑来我这里算命，一个大男人在我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跟我哭诉，尼斯啊，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这段关系是不对的，但我就是离不开他我一想到他哭，我心就软了。各位，糊涂，这哪里是什么真爱？这种状态在我们命理学和佛法里就是典型的业力附身，桃花煞发作。当你和某个人发生了亲密关系，你不但没有感到身心愉悦满足，反而出现一种莫名的羞耻恐惧，每天提心吊胆，怕被老婆发现，又被外头那个女人的情绪死死勒索。她高兴你就得陪笑，她一哭闹你就得不断妥协牺牲，拿钱消灾。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感情，
这是一种恐怖的讨债模式。我讲一个我们台湾很常见的例子，有个50多岁的大老板，早年跟着老婆一起打拼，开了家五金工厂，赚了不少钱。这男人嘛，有了点钱，就犯了我们台湾话说的查普人的通病，年少轻狂，喜欢去应酬喝花酒，婚后还风流不改。后来他跟一个比他小快20岁的年轻女子发生了关系，他一开始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魅力大，以为这不过就是逢场作戏，男人嘛，玩玩而已。我心里还是顾家的，玩玩而已，老天爷会让你这么好过。结果呢，那个年轻女子根本不是省油的灯，她开始用尽各种情绪来控制他。一开始是撒娇要买名牌包，后来就变成一哭二闹三上吊，逼他不断付出金钱时间，最后甚至逼他跟糟糠之妻离婚，要把他娶进门。这男的每次被逼得受不了，心想不行，这太可怕了，我要跟他分手。可是邪门的事来了，每次这分手2个字一到嘴边，他看着那女人掉眼泪，心里就莫名其妙地涌起一股强烈的内疚感。他会觉得，人家清清白白的女孩子跟了我，我怎么能这么没良心抛弃她？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他的钱被掏空了不说，晚上睡觉还天天做噩梦，梦见什么？梦见那女子痛哭流涕地指着他的鼻子骂，搞得他每天精神恍惚，痛苦难安，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就像是被吸血鬼吸干的精气神一样。这男的后来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跑去中部的佛寺参加打禅期。结果在禅坐入定的时候，他竟然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画面。他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满眼流着血泪，死死掐着他的脖子，对他说，你毁了我前世的清白，我让你今生拿命来偿清。这男的当场在禅堂里吓得大叫一声，醒过来，全身冷汗，痛哭流涕。各位，他这才明白，这外面找的哪里是什么红颜知己，哪里是什么温柔乡，这根本是前世被他始乱终弃的冤魂今生种下的孽果啊。楞严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情爱难断，众生由此堕轮回。如果一个人让你感到羞耻、不安、愧疚，却又像被鬼压床一样无法斩断，你心里总觉得是我欠他的，我不该离开他。尼斯，我今天明明白白告诉你，这就是冤亲债主在讨你的心债。你以为你只是在赔钱吗？错了，你是在把你的精神、你的尊严、你的灵魂一点一滴的交出去，直到你失去自我，变成一个被业力操控的空壳。佛经中讲，情债难还，必悲心忏悔。你们一定要敏锐地察觉到，你在这段见不得光的关系里，那种我必须为他牺牲的心态，到底是因为你真的爱他，还是出于一种病态的罪疚感？如果你是因为罪业被操控，那你就是被讨债者给死死套牢了，你不醒不破，等待你的就是永世的轮回，万劫不复。好，讲了这么多可怕的报应，现在一定有人心里直发毛，背后直冒冷汗，心想，尼斯啊，那我现在已经陷进去了，我被这种冤亲债主死死缠住，家里搞得鸡飞狗跳，我到底该怎么办啊？我是不是该赶快搬家，还是换个手机号码？错，大错特错。我今天要在这里把话说死，遇到这种桃花劫、命债，你的解决办法绝对不是逃避，不是搬家，更不是花个几万块去庙里找人祭改，做法事斩桃花就没事了。很多台湾人就是这么铁齿又无知，以为花钱请法师拿个桃木剑挥一挥，纸钱烧一烧，业障就消了。结果呢，法会做完一转身，手机叮一声，那个小三发来讯息，你心一软又跑去跟人家见面了。这叫什么？这叫自欺欺人，这叫花钱买心安，业障一点都没消。你们要记住一个宇宙铁律，业力是跟着你的灵魂走的。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你只要从根子上没有认清，没有忏悔，没有修行，这笔债你生生世世都得还。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佛门大开方便之门。今天尼斯不是只来吓你们的，我是来救你们的。那到底该怎么办？尼斯今天就在这里，把佛门里最核心、最能救命的破局4部曲明明白白的教给你们。你们赶快拿笔写下来，这是救命符。第一步，你要认账，要在老天爷和佛菩萨面前来一次至诚的大忏悔。什么叫忏悔？很多人以为忏悔就是嘴巴上跟老婆、老公说一句对不起，我错了，或者买个名牌包、
买条金项链赔罪，那叫糊弄鬼。尼斯告诉你，婚外情这种邪淫重罪，就像是你骨头里长了一颗恶性毒瘤，你不把皮肉狠狠割开，把里面的黑血脓水全部挤干净，这病永远好不了。你必须跪在佛堂前，或者对着你们家里的神明厅、祖先牌位，结结实实的磕头。你要自诚念诵88佛忏悔文，或者念地藏经。在念的时候，你要把你心里那些见不得光的淫欲，那些自私自利的欺骗，全都在菩萨面前，在老天爷面前扒开来。你要痛哭流涕地承认，我错了，我被业障蒙了心，我毁了人家的家庭，我伤害了最爱我的配偶。只有当你生出那种真正痛彻心扉的羞耻心和忏悔心时，你身上那层厚厚的黑色业障罩子才会裂开一道缝，佛菩萨的佛光才能照了进来，这叫破除无明。第二步，每日持诵佛咒经文，用纯阳之气洗刷你的阴邪之气。各位，你们要知道，偷情犯淫，两个人偷偷摸摸在外面乱搞，开房间，这产生的全是极重的阴寒邪气。这种邪气会塞住你的财眼，蒙住你的心窍，让你整天精神恍惚，噩梦连连，印堂发黑。怎么破？你得引天地间的纯阳之火进来洗刷。你要每天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持诵楞严咒或者大悲咒。楞严咒是天地间正气最足，破除一切邪淫魔障的最强法宝。有些长辈可能会说，尼斯啊，这些咒太长了，我老花眼背不下来怎么办？没关系，老天爷看的是你的心。你哪怕是天天盘腿坐着，诚心诚意地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南无地藏王菩萨，只要你心诚，字字句句都是纯阳的金光。这些金光会在你的身体周围形成一个正能量的防护罩磁场，慢慢把你体内那些因为邪淫招来的阴鬼邪气病气一点点给逼出去。第三步也是最核心的一步，叫做大回向，把你的感情债转化为解脱的恩情。这一步很多人想不通，跑来跟我抱怨，尼斯，那个人把我害得这么惨，骗了我的钱，毁了我的家，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凭什么念经做善事，还要把功德给他？我不甘心啊，糊涂啊！尼斯，我刚刚讲了半天，你还没听懂吗？他为什么能害你？因为你前世欠了他的命债、情债。你现在念经拜佛、捐钱修桥、铺路产生的这些功德，就是灵界唯一流通的货币。你不要贪心，把功德留给自己，你得全部拿出来还债。我们要用佛门最柔软的慈悲去化解最坚硬的怨恨。你要在心里清清楚楚地跟老天爷说，我今天诵经的功德，我今天做善事的福报，全部回向给某某某，同时也回向给被我伤害的配偶。我祈求用这些功德还清欠你的债，愿你放下怨念，投身善道，愿我们从此解开冤结，原谅彼此，生生世世不再纠缠。各位，这才叫真正的花钱消灾，这才是大智慧。当他拿够了你给的无形功德，老天爷自然会把他从你的生命里带走，这比你找人去打他一顿骂他一顿有效10000倍。第四步，物理隔离，挥剑斩情丝，立愿清修。很多人前面3步做得很感人，在佛堂哭也哭了，经也念了，结果一转身对方发个简讯，这人马上又心软了，又跑去见面了，简直是愚蠢透顶。这叫前功尽弃，罪加一等。尼斯，我用风水的角度告诉你，只要你不斩断现实生活里的联系，那个邪恶的磁场就永远连着你。你必须远离因缘之地，果断斩断这一切。什么叫挥剑斩情丝？就是当着老天爷的面立下毒誓，这辈子绝对不再跟这个人有任何瓜葛，把联络方式全部封锁删除，把他送的东西全部扔掉。如果是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的办公室恋情怎么办？哪怕是辞职换工作，少赚点薪水，你也必须离开那个环境。你要知道，你这是在逃命啊！你还舍不得那点薪水，舍不得那点所谓的旧情吗？你不立下清修守戒的愿力，你的业力就永远不会终止。早晚有一天，你要被这张因果的网给活活勒死。各位，今天我跟你们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听到后面可能就忘了前面，没关系。尼斯，我今天破个例，就像保姆一样，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帮你们把今天讲的重点牢牢地刻在脑子里。你们回去啊，一定要把今天听到的这几句话讲给你们家里那些蠢蠢欲动、
总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的晚辈或是朋友听。记住了，有的家庭还在外面乱搞婚外情，那就是犯了因果里最重的邪淫。老天爷的3把大铡刀必定会无情地砍下来。第一刀，破财败名，你累积了几代人的财运和好名声，瞬间漏光，事业保证一败涂地。第二刀，家破人亡，老天爷会去扣你父母亲人甚至你子女的福气和寿命，让你尝尽众叛亲离的苦楚。第三刀，三世情结，这辈子你还不清债，下辈子你们俩的灵魂还要时时绑在一起，互相折磨来还命债。那遇到了这种来讨债的冤亲债主，被小三小王缠上了，怎么办？记住尼斯的救命4部曲。第一，跪在佛菩萨和祖先面前，痛哭流涕的大忏悔。第二，天天念佛号，念大悲咒，用纯阳之气洗刷邪气。第三，把你做善事念经的功德用慈悲心全部回向给对方去还债。第四，辞职搬家，物理隔离，挥剑斩情丝。只要你踏踏实实做好这4步，不跟业力低头，那你漏掉的福报，老天爷一定会帮你重新聚拢过来。各位，你不贪外面的邪淫，你对结发妻子有情有义，你对赚钱养家的老实丈夫忠贞不二，你孝顺父母，疼爱子女，你只要守住了这条道德底线，你的心就是干干净净的，你们家就会充满了天地间最浩然的正气。这种夫妻同心，坚守伦常的正气，就是天下最强大的聚宝盆。任何邪神恶鬼，任何冤亲债主都进不了你们的身。你有了这颗善良忠诚的心，财神爷自然会走到你们家门口，把福报大把大把的送给你们。所以守住你的道德底线，就是守住你家的家财万贯，这就是利他利己的最高境界。相聚就是缘分，今天你能听到这些，这绝对不是巧合，这是老天爷和佛菩萨在点化你，要帮你避开灾祸。佛家讲共修的力量最大，为了把你身上的一些不好的邪气浊气排出去，为了让你的家庭重新聚拢福报，尼斯现在邀请大家动动你的手指，在下面的留言区写下这8个大字，我来接福，断除邪念。或者你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几句善言祈福，祝福你的另一半，祝福你的家庭平安健康。当几千几万个善念汇聚在留言区的时候，这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这个磁场能帮你挡煞，能帮你把家里的漏财破洞补起来，让你的福报从按下留言的这一刻真正开始启动。愿你们从今天起学会用佛法照见人心，用智慧辨别因果。愿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期再见。